太平洋戦争が爆発して以来、我が旅団の兵力は何度も本部に抜き出されたから、河北の治安状況は一層厳しくなっている。今は君の奇襲部隊の出番だ。この最初の任務は山東省にある古東山に駐屯している周英国の部隊を潰すことである。3日以内に作戦の準備をしたまえ。はい、いつでも出発ができます。輸送担当の車両は午前11時前後、君の駐屯地に着く。君らの出発時間は12時になる。今から君は雷陽歩兵独立混成旅団の参謀総長だ。古東山の作戦は全て君に任せる。竹下君、君たちにとって忘れるな。今回はただの練習だ。周英国を殺した後、君の目標は八路軍の本部だぞ。はい。同志们，咱们独立团的大练兵现在已经顺利结束了，现在是时候把部队拉出去练练了。地下党昨天送来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将会有一小队的鬼子出城和城外的一个据点进行换防。我计划亲自带领一营的1连、2连前往伏击，就作为这2个连这次训练的考核。周团长，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想尽快熟悉咱们独立团的作战战术。好啊，张主任，你看，我计划把伏击地点设在这里。这是泰丰县城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是各100米的斜坡。我计划把1连和2连分别部署在公路的两旁，指挥官呢，就由我和张主任来担任。到时候我们在公路上布上地雷，等鬼子的汽车一旦触发地雷，我们就进行伏击。由于这个位置离泰丰县城过于接近，所以我们必须以优势的火力，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都明白了吗？明白了。通知部队，立刻准备出发。是。团长，鬼子来了！准备战斗！准备战斗！都给我听好了，鬼子没踩地雷之前，谁也不许开枪。好。混蛋！谁他妈开的火？给我打！
行冲锋了！大力的王八蛋！老子回头跟你算账！冲了！同志们，给我冲！ 城区守员，快点，快点，快！排长，你他妈冲什么风啊？谁让你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冲命令也是他下的。俺想劝来他，可是来不及了。 伤了多少人有8人牺牲，13人重伤，轻伤的有10几个，伤亡大多是在冲锋的路上和拼刺造成的。怎么样？这场战役打得还算漂亮吧？啊？ 哎，怎么了这是？撤！周团长。 今天上午，你下令开的火，是我下令的，冲锋号也是我下令吹的。鬼子原来也怕死，冲锋号一响，马上就乱了阵脚。咱不是约好了吗？不是等鬼子出了雷之后，一连2连一起开火吗？我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呀。好，你说这是开火的好时机，那我问你，2连有机枪，有掷弹筒，火力压制为什么全部不用？我们的交战距离只用子弹就可以把敌人消灭掉，干嘛要拼刺刀啊？我是为了节省子弹。再说刺刀见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啊，是好传统就应该保持下来嘛。节省子弹，老子是战士不如几颗子弹值钱吗？是这样，打仗呢，难免有伤亡。再说这次战斗，鬼子死了70多余人，我军只有8人阵亡，30几人受伤，已经算一次胜利的战斗了。打仗是得有伤亡，但伤亡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周卫国同志，请你注意你谈话态度。你跟我聊什么态度啊？老子的兵哪个不是爹妈养大的，送到我这打仗来的？你一句话，消灭70余人，伤亡8人，8条命不是命啊！我周卫国什么时候带2个连，打1个小队，还他妈有伤亡了？你，张仁杰，我告诉你，我让你上战场，我是尊敬你。你要是不会打仗，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儿待着。报告，团长，明明在山外抓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这个人身上带着一封信，他说是送给您的。刘营长寄过来的？不是，这个人是从奇峰口入的山，他说他来自莱阳县，是专门替一个老朋友给您送信的。我在莱阳县城没有朋友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信呢？啊。帮我打开。
周兄为国军舰。弟与兄自当年柏林一别，匆匆数载，竟无缘再见。世间不如意事，莫过于此。兄之音容笑貌，弟时时思之，不胜喟叹。今闻兄在火斗山八路军中官居要职，弟喜之不胜。2月初时，清源县城外20里半山亭，弟主查静候兄之大驾。想兄智勇过人，当不至于坑裂一剑。别来思慕之情，非此短见可表于万一。弟竹下郡再拜顿首。送信的人呢？在李陇村。告诉政委，我晚上回来。是。我是周卫国，你就是送信给我的人吧？我是田木一夫，奉刘主之命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啊！坐。竹下郡都当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呀。我替刘主谢过周长官。中国有句古话，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既然只是个送信的，我也不会为难你。我问你几个问题，如实的回答我，你就可以走了。周长官真有这么大权力？难怪竹下郡会派你来呀，这才几句话，就开始试探我了。哼，周长官真是快人快语啊！难怪刘主一提到你就翘大拇指啊！你这么拍我的马屁，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周长官错怪我了。田木所说句句属实。刘主曾为当年在柏林跟周长官的交往引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引为平生第一憾事。这几年来，刘主每每在我们这些属下面前提到您时，不禁喟然长叹呢。我从未见过刘主对其他任何人有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心里可不太舒服。周卫国长官，你可以侮辱我，但不可以侮辱我们刘主。那你现在打算干什么呀？站起来就是要跟我拔剑相向了啊？周长官是我们刘主的故友，田木不敢造次。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我压根儿就不觉得你能算是个好汉，想必你应该听竹下说起过我的刀法。周长官难道不承认您的刀法是来自于我们的北辰一刀流？我当然承认我的刀法是跟竹下学的了。我周卫国做人岂会跟日本人一样小气？明明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剑法，偏偏要说成是自己创造的剑道，不要脸！周长官不仅刀法，词锋之力，也为田木平生仅见。那还不是怪你自己说话不老实？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竹下郡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你说了不就完了吗？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面叙旧，这个理由难道不充分吗？好，回去转告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是特别想他，但是跟他见上一面，倒也无妨。刘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非常高兴。但你要让他小心。为什么？你不是说了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那万一高兴过了头，乐极生悲，出了什么差错，哎，你最好还是让他小心点儿。赵杰，在。蒙上他的眼睛，捆上手脚，用独轮车送他出七风口。是。
你不觉得你在意气用事吗？我见个老同学，你紧张什么呀？可他是日本人。张楚，用不着你提醒我。这位国同志，行了行了，别吵了，等冷静点儿。这位，我有什么不冷静的呀？啊？你看他，卫国，难道你看不出来张楚是在为你的安全担心吗？谢谢你啊，张楚。我有点想不通，竹下郡为什么约你在半山亭？那里可是汤秉权的地盘。那太正常了。竹下郡在莱阳也是初来乍到，对我们虎头山周围的形势一时半会儿没那么了解。不对，同学到。你马上去给清源国军的刘营长送个信儿，就说日军有可能突袭清源山。还有，把赵杰给我叫来。是。竹下郡，他这等于是在告诉我，清源山已经是他囊中之物了。你别着急，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鬼子未必真的敢到那儿。再说，半山亭在清源山，那儿不是刘指挥的防区，所以就算竹下郡偷袭那儿，刘指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领导，谢谢你还关心指挥，但是你看，如果竹下郡拿下了清源山，等于在国军的胸口上插上了一根钉子，把国军分成了南北两块。以汤秉权的性格，这么难缠的对手，他不会主动招惹。也就是说，竹下郡到时候可以专门腾出手来对付我们。竹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只要是有利益的棋，不管有多大的风险，他都会下的。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被竹下郡拿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是太不利了。报告，团长，你找我。特战队1级戒备，还有让大力和水生带一个战斗小组去2营的防区，随时准备支援。是。你要干什么？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谁啊？我。大家都在啊。周团长，你回来了。找我有事吗？我找你是为了今天下午的事儿。张主任，今天下午的事是我错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都不能以那样的态度对待你。周团长，不，周团长，其实我今天来是向你道歉的。今天下午你批评我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是当我到卫生队看了伤员之后，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今天要不是因为我的瞎指挥，我们损失不会这么惨重。这个责任，我张仁杰一定会承担。我搞地下工作也有几年了，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的。可是秘密战场，毕竟跟正面战场不一样。对于这种正面战场来说，我是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学习，不应该不懂装懂。所以，还请周团长批评指正。张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张仁杰同志，谢谢你，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错是我的，我就应该勇于承认。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素质。是啊，勇于承认错误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像张主任这样能做到的就难了。还有，通过今天的事儿，我发现我不适合带兵打仗，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应该协助李政委，搞好咱们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英勇之师而努力奋斗。是，这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相信我们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成为一支政治过硬的铁的部队。还有一件事儿，周团长，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又在德国的军事学院留学过，你很有作战经验。我希望你以后能多多指教。哎，指教谈不上，今后咱们共同努力吧。其实，我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我就痛快多了。那你们先忙，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好，哎，好，你们先忙啊。届いた情報によると、前は古道山八路軍の範囲だ。今回の役目は超選択だ。古道山にいる八路軍の実力について情報を集めてくれるのだ。全員気をつけ、警戒態勢3回して進軍せよ。もし敵に衝突したら10回して使わないで忘れるのだ。はいはい、全員聞け。OK。谁？口令！やばい、戦闘状態。台长猜的真准啊！刚把咱们哥几个调过来，就赶上了鬼子的夜袭。来，这伙小鬼子来的还挺是时候。大力啊，不对劲儿，你听鬼子枪声。怪了，听枪声好像没几个鬼子，这火力还真偏。对啊，还有你仔细听，除了鬼子用的机枪之外，还有一种枪声我从来没听见过。对呀，这伙鬼子看来不是一般的鬼子。孙连长，你怎么来了？你们司令什么情况？一样的，这伙鬼子人不多，估摸着有10多个人，火力却十分凶猛。鬼子藏在村东口的小树林里，我组织4连冲了2次，都被压下去了。我们连已经阵亡6个，10几个人重伤，而且村口的5、6个暗哨估计也都……奶奶！孙连长，你把你里面的战士赶紧撤下来，别跟鬼子硬拼。你把村上给我守严了，别把鬼子放下来。剩下的交给俺们，俺们特战小队去会会这伙鬼子。俺倒要看看这伙鬼子是什么来路。好，你们看他留神，这伙鬼子火力刁钻，凶得邪乎。俺们知道了，你赶紧派人去杨村报告团长，就说俺们跟鬼子干上了。好。水少，咱们去会会这伙邪性的鬼子。被村长说的，好像长了3头6臂似的。好，大力，你带5人从左边包抄，我带5人从右边包抄，注意配合。好，弟兄们，上！大力，
注意安全。你也是。なんだ、すごい綺麗だと。你哪儿来的？撤退！早く！奶奶的，跑了！追！追！进来。团长，2营4连派人来报，一小股不明身份的鬼子在石门村进行夜袭，大连跟水生已经跟他们干上了，目前战况不详。不明身份的鬼子？是，鬼子人数不多，但是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夏军，你终于来了。周杰。集合特战队，跟我去石门村。走。八路軍のその奶奶的，往哪儿跑？注意隐蔽！来い。隊長閣下、敵に囲まれました。よく聞け。ZB-26 とモーゼンだ。我々と対決する相手は強い。もう一度やります。ダメだ。今劣勢に立たされている。これ以上死傷者を出せない。今回は仮想攻撃しかないから全員伝令撤退だ。はい。由于鬼子来的突然，4连的弟兄吃了点小亏，6人阵亡，10人重伤，还是多人轻伤。俺们特战分队仅2名队员轻伤，歼敌4人。
昨晚摸清了这伙鬼子很邪乎，比普通的鬼子能打，我厉害吗？哎，你看这身装备，还有这使的这个枪，俺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德国货。这伙鬼子什么来路？还装备德国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就是鬼子的特战队。这伙人的头，就是我在德国的同学竹下俊。竹下俊。跟他们比起来，咱们的装备差的不是一点儿。报告团长，刚刚得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1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一伙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山失守了。是，目前刘志厚营长正在组织国军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左金，啊，准备一下，咱们去清源山。是，陈大军，是。小辉，我还是来晚了。昨夜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警备旅防线全线震动。虽然你送来的消息很及时，但是负责防务的1团2营却自视地形险要，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在眼里，最后让敌人从后山偷袭得手。渎职的2营长已经被军法处枪决。清源警备旅防御态势一下子就陷入到非常不利的局面。如果我没想错的话，竹下郡有一支专门用于山地作战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清源山的地形险要你也说了，后山那更是险中之险。竹下郡能在夜里面从后山发动突袭，没有山地部队他做不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恐縮です。さあ、共に竹下の初戦勝利のために乾杯。はい。旅団長殿のおかげで2つの歩兵中隊を制限山の正面から攻撃させ、今回の勝利が得られました。竹下君、君またまたご謙遜を。本部が君をこちら側に参戦させ、君が夜を利用し裏山から制限山を突撃しようと提案した時、なんと大胆な作戦だろうと私は思ってた。でもまさか君が成功したとは。さあ、大日本帝国皇軍が竹下君のような優れた人材を持つことに乾杯。乾杯。恐れ入ります。君が率いるこの特殊突撃隊は必ず後藤さんの八郎を潰せると信じる。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絶対失望はさせませんから。旅団長殿、今回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ことは後藤さんに偵察作戦をし7人の隊員を失ったことです。竹下君、自分のせいだと思うがそうでもないんだ。生き残った5人の話では、相手も戦闘力や火力とも驚くべき少人数部隊を持っていると。君なら必ず周英国の部隊を殲滅できると信じる。さあ、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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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我最后再强调一遍：第一，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1级战备，所有部队进入阵地，枪不离手，睡不更衣，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是。第二，鬼子经过昨晚的侦查之后，很有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你们回去之后研究一下地图，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隘、哨卡，还有人迹罕至的山沟、悬崖，都派人给我看好了。是是。大家分头准备吧。散会。赵杰，到。通知大力、柱子、水生，10分钟之后到我房间。是。
你们两个今天后半夜就出发，提前到半山亭侦查一下情况。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地把他们干掉，然后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明天监视朱家军。是。记着，没有我的手势，不许开枪打他。明白。大力，明天你跟着我，知道咱们要去见谁吗？是不是？昨天鬼子那支特战部队的指挥官？太好了！你先别美，吩咐你2件事儿。第一件，你的驳壳枪别带了，带把步枪过去。为啥？这万一近距离和鬼子打起来，吃亏咋办？第二件，你的弹盒别带那么多，带1个就够了。为啥，排长？我教你了，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要虚虚实实，不能让他清楚你的底细。是，不能让他们摸到俺的底细。你慢慢琢磨，别想得太晚了，明天还早起啊！我先走了。领导啊，陈毅过来干什么呀？你忘了，1级战备命令已经下达到舰大队，他能不知道？赶紧过去吧。行。陈毅，别跟我说没事儿，这种场面我也经历了好几次了。我这不是也没跟你说没事吗？你瞎操心什么呀？你回来的时候先到赵庄吧，我在那儿等着你。行，杨大力，到，走。是。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团长和大力来了，知道了。注意看团长手势。明白。在西部列达的 A 口谷。你我都是军人，少了条胳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しかし、先生のため、君の大切な腕を失わ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すまない。真是对不住啊！这么多年没说日语，忘了。魏国说笑了。当年在柏林，魏国的日语可是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日本的侨民都以为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还是你诸下的中文说得好。又说笑了。魏国请。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先生。见过周卫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会的。魏国，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位朋友吗？告诉他们，叫什么名字？俺叫杨大力。杨大力，好名字，人如其名。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呢。这小日本真有意思啊！俺还没把他撕成2半呢，他怎么知道俺力气大？魏国，请坐。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该见的总要见的。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你忘了，你我之间的朋友关系，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已经结束了。在战场外，我永远都会把你当朋友。只要你拿着武器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是我的敌人。看来你还是没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茶经有云：其水，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是青源山的水，自然是上品。魏国，请用茶。诸夏，你杀人太多，茶道已经不适合你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泉水，都遮不住茶里的血腥味儿。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也是无可奈何。不错，你我都是军人，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周先生，我们从日本进入中国，就是为了把你们从这样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是为了不让你们沦为欧美等国家的殖民地。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
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什么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创造大东亚的共荣呢？殖民统治不叫民主，嗜杀成性不叫文明，侵略就是侵略，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配。看看你们腐败无能的政府，难道这样的政府也值得你为他效力吗？我效忠的是这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我不像你走狗。北国一别5年了，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今天有没有兴致，我们切磋切磋？如果我说我没兴趣跟你切磋呢？怕了？我是怕我忍不住把你斩了。原来是客，你的线条。主下，你现在站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更何况，你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主客关系可言。北国，但愿你的剑道修为能够比得上你的刺锋。团长也真是的，跟小鬼子比刀干什么？给俺们发一信号，一枪过去不就行了？主子，团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咱们盯紧就是了。别动！主子，1点钟方向，与我等高山坡，有鬼子狙击手。目标：1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右西向东。目标已锁定，射击已准备就绪。先等等，我再找找鬼子第2狙击手。没有发现鬼子第2狙击手。崔森哥，你就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开枪。这样，待会儿我喊开枪后，你马上开枪，开完枪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主子，开枪！
叔子，继续盯着。刀背，这不是我教你的。谢谢你给我泡茶喝。李国，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改日在战场上相遇，你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现在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经动脉，你就可以履行你的承诺了。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你我虽无师出名分，但我的剑术的确是出自于你，我不会用它杀人。探长，跟这种人讲什么道理？换了是，趁早一刀宰了干净。魏国，我真的不想和你做敌人。您太天真了，我也不想和你做敌人。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我们现在是敌人，今天我不杀你，不代表改日战场上相见，我不要你的命。这算是个约定吗？就算是吧。那好，就请你也留好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你尽力，我竭尽所能。记着，我不要俘虏。小丽，走。平生一知己，生死两相争啊！宫本，让你费心了。刘主言重了。你安排了几名狙击手？4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又损失了4名狙击手。对不起，刘主，全怪卑职瞒着你安排了这一切。我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周卫国，而是整个虎头山的八路军。卑职明白。你对周卫国怎么看？周卫国这个人，实非泛泛之辈啊。宫本，你是情报官出身，不妨说说你对周卫国的看法。首先，周卫国这个人很懂得示弱。就拿他的日语来说吧，他说的忘记了，但是宫本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忘记一项和皇军作战有实际用途的技能。我也不相信，就像我也忘不了中文，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都说中文的原因。您注意到了吗？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士兵佩戴了1个弹盒，1个弹盒最多只能装30发子弹，这说明虎头山的八路军弹药不足。另外，这个士兵的弹盒佩戴在他的右前方，这也说明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弹盒。看来他的士兵训练也有问题。刚刚那个士兵叫周卫国排长，难道周卫国还只是个排长吗？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周卫国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军官，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还有一个被共产党接收的过程。从以前的战例来看，他所经历的都是小规模的战斗，由此我可以判断，虎头山的八路军，特别是周卫国的突击队，只是小股部队而已。这次见面，看似我们获得了很多周卫国的信息，可是你仔细一推敲，你会发现这些信息并无助于我们的判断。卫国呀，卫国，我还是低估你了。团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兔子，你想想这是谁的地盘啊？如果现在我们开枪毙了这2个鬼子，团长他们能安全离开吗？是俺不对，俺
没你想的多。好了，团长的安全就在我们2人身上。只要团长还没进入刘营长房区，我们就盯紧这2个鬼子。明白。对于突击部队的使用，我还是不如周卫国。虽然我们的突击队在装备和火力上占有优势，队员又都不是新兵，可是我们缺乏小股突击部队作战的经验。相反，周卫国的突击队在组建开始就一直和皇军处于交战状态，作战经验丰富。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忽略了。宫本情报支持不力，今日又越级指挥，还请指挥官阁下责罚。这不怪你，我本应该更了解周卫国，毕竟我们俩同学2年。但是，你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他了。你要知道，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是啊，5年，5年的时间足够长，长的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但是有一点，周卫国没变，还请刘主明示。凡事谋定而后动。卑职也有同感。据卑职分析，周卫国这个人是惯于后发制人的，但是每每却会后发先至，就像他的狙击手。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行动嘞。宫本，有板6.5毫米步枪弹，足可以穿透你的身体，再打中我。但是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护卫之情。卑职惶恐，刘主身份高贵，只怪卑职照顾不周，才让刘主陷此危险境地。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周卫国的狙击手太出色了。还请刘主责罚。宫本，请坐。坐下吧。你我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周卫国的人质了，但是在周卫国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前，我相信我们还是安全的。叔子，我估计再过半个钟头，团长他们就能进刘营长房区了。到那时候，我按开枪。明白。宫本，你相信我吗？刘主，卑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那好，请你仔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记住，身体不要乱动。从刚才我跟周卫国比刀的声音判断，周卫国的狙击手应该有2名。从刚才陶罐的弹着点来看，这2名狙击手应该在我12点钟方向。在我的身后各有一根柱子，柱子大概宽40厘米。如果一个成年男子能够侧身躲在柱子后边的话，就算身体暴露出来的位置，连最优秀的狙击手都击不中。在我数到3的时候，我俩分头行动，目标身后柱子。卑职明白。根据我跟禁卫旅团长的约定，再过1个小时，如果得不到我的信息，将会有2个突击分队和至少3个中队的皇军赶到这里。这次和周卫国相见，我并不想对付他，也不希望清援的中国军队趁虚而入。和最好的朋友做敌人，总得当面有个交代。宫本，咱们俩可得在柱子后边待上1个小时。再过1个小时，就该轮到周卫国的狙击手被猎杀了。
兔子，别乱动，狗日的！就算他们躲在石柱后边，只要咱们俩还在，那就下不了山。明白？厨子，估计团长已经进刘营长防区了，咱们也该撤了。水生哥，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太便宜他们了。这2个鬼子头现在躲在柱子后面，我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算他们运气好。团长现在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这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等鬼子大部队来了，咱俩就走不了了。厨子，撤！狗日的，俺也不能便宜了你们。回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儿。没事儿归没事儿，以后少让人这么担心。走吧。走。突击队在这几天的作战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作为这支突击队的指挥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通过这几天的作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那就是我们极其缺乏小股部队突击作战的经验。这是12名帝国勇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诸位都应该明白这个教训如何的珍贵。今后，我们将弥补这个缺陷。因为你们都是帝国勇士中最优秀的士兵，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能不能做到最优秀的突击队？能！拜托诸位了。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帝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解散。指挥官阁下，实战经验的不足，必须在战斗中得到弥补。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庆元中国军队。嗨。你听听，啥呀？哎，奇怪了，刚刚还听见什么呢？你没听见吗？我说你这人咋疑神疑鬼的呢？我跟你说个事儿，现在来的鬼子援军啊，可厉害着呢。整个二营的事你还知道吗？不知道。这整个二营的阵地啊，就是让这帮鬼子给端掉的。我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兄弟说，他们都是睡觉的时候让人给抹掉脖子的。这帮鬼子可狠，枪法贼准，个个都杀人不眨眼。真的假的？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呀！不是我吓你，咱不是没跟上一个好长官吗？这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至于这么担惊受怕吗？为啥呀？这事你不知道，这一营刘营长可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呀。周卫国是那个打鬼子最狠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呀。啊，这虎头山方圆百里，难不成还有第二个周卫国？那就算人家刘营长是人家周长官的弟弟，那凭啥咱跟了他就不用担惊受怕？现在这鬼子天天到处打这个打那个，怕过谁呀？那虎头山八路军狠，把人家给打残了，鬼子不敢招惹他，这鬼子心里窝火呀，气儿没地撒，这不就自然找咱们国军了吗？这刘营长跟人家师兄学了几招，也狠，鬼子也不敢轻易招惹他。这咱营长不是没搭上八路这根线吗？苦谁呀？不就是咱们这帮人吗？对呀，早知道啊，我就跟人家八路军去了啊！哎，你后面。一团三营前哨阵地，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具兄弟的尸体被斜斜吊挂在掩体外面。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啊？这他妈才几天，丢了青云山阵地不说，现在还让鬼子摸到了咱们眼皮子底下，把他妈前哨阵地都给端了。都说钱打水漂，钱打水漂，就算是钱打了水漂，还能听见个他妈响。你倒好啊，那是整整一个排，37个弟兄，死的连他妈个动静都没有。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么快就再次发动偷袭，他们是要等到鬼子打到了清源县城才开始想吗？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也动用了他们的秘密部队。他们，你这儿长的是脑子吗？我问你，长的是脑子吗？我看就是他妈一堆大粪！鬼子的秘密部队第一次出动，它叫秘密部队，这他妈都第2次了，还他妈叫秘密吗？清源山阵地丢了，杀了一个营长，这一次，老子不在乎再多杀一个团长。吕座开恩，吕座开恩了！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非常得当。这次是鬼子太狡猾，得当个屁！要真不值得当，还能被鬼子偷袭？2营、3营都被鬼子偷袭过，为什么1营刘志辉的阵地，人家那才叫不值得当？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但是他的阵地跟2营、3营相比，的确离鬼子更远。我平时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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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恩呐！吕座，严团长跟随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请您法外开恩。都他妈给我闭嘴！传我命令，1团3营营长王勇以渎职罪就地枪决；1团团长严世贵免去团长职务，送军法处；1团1营营长刘志辉升为1团团长，军衔晋升为中校。吕座，开恩呐！吕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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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恩呐！吕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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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座
坐吧，别客气。哟，中校了。因为前天晚上鬼子的偷袭，我们一团三营长被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军法处，由我接任一团团长。这事儿我听说了。37个兄弟就这么被鬼子给杀了。我检查过他们的尸体，都是要害中刀，一刀毙命，死前甚至来不及做任何反抗。哥，这次来增援的究竟是什么部队啊？短短5天内，警备旅先是丢了青源山阵地，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面临威胁。说实话，我觉得这次来增援的部队和你手下那支特战队很像。记得当时在虎头山，我们营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你们活捉的。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奔着我来的，他们的指挥官叫竹下俊，是我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报告，团长，不好了，石门口有老乡踩上地雷了。怎么回事？今天早晨，2个斜塘村的老乡在石门口山上附近打猎，下山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踩上地雷了，一个老乡当场身亡，另一个老乡双腿被炸断。虽然经过卫生员抢救，但是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不是给部队下过命令吗？不见鬼子，地雷不许挂线。那个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身上取出的弹片也证实了不是我们根据地自己造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后来工兵在石门口和一线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埋有鬼子的地雷。数量多不多？数量倒是不多，但是每颗地雷布设的都非常巧妙，如果不特别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而且布设的位置都是各处要道。传我命令，部队加强警戒，绝对不能让鬼子再进山。还有，去告诉斜塘村的老乡们一声，最近不要出门，等我们的工兵把地雷拍干净再说。是。排长，俺们营一连2排，昨天晚上偷越封锁线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遭到鬼子的阻击，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怎么回事？这几天鬼子下手狠，俺想给鬼子好看。昨晚安排2排越过封锁线，俺本来就是想让他们偷袭一个只有10来个鬼子守卫的炮楼，可是没想到2排过封锁线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2排过封锁线怎么会被鬼子发现呢？杨大力的一营乐章训练不是全团搞得最好的吗？排长，俺们乐章训练做得好，是没错。可是俺没想到，俺们以前随便就能过的封锁沟，昨天竟然被鬼子灌了水。俺一般翻过铁丝网，刚下封锁沟，浇起的水声就惊动了炮楼里的鬼子。炮楼里的鬼子除了机枪，还有掷弹筒。一班死死的被压在封锁沟里，2排其他2个班拼死营救，到最后2排排长阵亡，1班、2班班长
师傅，排长，你处分俺吧。俺明打的外仗，俺没脸见俺的兵啊。一班长跟俺是同村的，俺更没脸见俺们村的人。你撤了俺吧，俺别的不求，就求你让俺当回机枪手。俺要多杀鬼子，为他们报仇。阵亡9人，重伤16人。我撤了你这营长就完事儿了。排长，那得毙了俺吧。德力，你回吧。下回我让赵杰带着直属队配合你们行动。排长，你毙了俺吧！杨大力，你他妈混蛋了！9条人命，我毙了你就完了。你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吗？你他妈回去把衣服带好了。今天下午，我亲自到你民部去。今天晚上把那炮楼给拿下来。排长，您放心，俺一定好好准备。大力，你是我亲自带出来的兵，又是老3连的兵，别给咱老3连丢人，别给许连长丢人。排长，俺不会给永村英雄连丢脸，更不会给您丢脸。二牛，到。让赵杰带直属队来团部报道。是。效果非同凡响。现在清源的中国军队已经自顾不暇了，虎头山的八路军也已经被我们困住了。短短几天，莱阳地区的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观。治安状况明显改观，我想，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情。刘主任太过谦虚了。夜袭清源中国部队的哨所，是清源中国部队的防线整体震动，在虎头山布雷，使得虎头山地区的平民百姓惶惶不安。按照您的吩咐，在虎头山外围的沟渠里灌满了水。昨天晚上，就在泰丰逮到了8路的一条鱼。天边雨下一抹夕阳，思念也被带给远方，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背起行囊，远走四方。有些时候，你我一样，挣扎着寻找方向，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也不寻常，也不慌张。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生命
面对。